半夜有人敲门，公爹爬起来就要去开门。儿媳妇闻声飞奔下楼，捂住了公爹的嘴：“爹，别出声，不能开门。这肯定是来抓文猛的。”这文猛就是单盈盈的丈夫东方文猛。没等公爹东方志反应过来呢，屋门就被人给踹开了，闯进来10几条大汉，全是县衙的差人，其中有一个为首的，手提着灯笼。哪个是东方文猛？东方志心想，肯定是儿子，不知道招惹了什么祸端，现在人家是来抓人的。东方志老先生爱子心切，本能就回了一句：“我是东方文猛，找我何事？”何事？你还敢问何事？到衙门跟老爷去说吧。说着话，那提灯的头头一挥手，众衙役一哄而上，就把老汉东方志给捆起来了，骑上马带往县衙。整个过程也就是半盏茶的功夫。等公爹被带走了，儿媳妇单盈盈这才反应过来，哎呀，合着是公爹为了救我相公，冒名顶替儿子，被官人给抓走了。怎么办呢？赶快回楼上与丈夫东方文猛商量商量吧。单盈盈快步上楼一看，卧室里空空如也，丈夫东方文猛踪迹不见，床底下、柜子里都没有。她这才抬头看窗户，半开的窗扇说明了问题，丈夫东方文猛一定是跳窗逃走了。哎呀，他一个温弱书生，这可是2楼啊，跳下去不死也得受重伤。想到这儿，单盈盈慌忙忙小跑着下楼，冲出后门，到后院里查看。刚推开木门，迎面便与丈夫撞了个满怀。感情楼下一有人敲门，妻子下楼提醒父亲的时候，东方文猛就抱着2床被子跳窗户想要逃跑，结果落地之后摔晕了过去。现在他醒了，听到家里没有动静，他刚要回屋去看看。什么？盈盈，你说是爹爹他冒充顶替我，被差役们给抓走了？哎呀，不行，要是到了衙门一过堂，爹他受刑不过，非得要了老命不可，我得赶快去把他老人家救回来。东方文猛连跑带走，跌跌撞撞，赶到县衙的时候，已经天光大亮了。县令已经升堂，正要对东方志老先生用刑。棍下留情！东方文猛一步跨上公堂，大人，我才是东方文猛，你们抓错人了，快放了这老人家吧。当着众人的面查明身份之后，县令将东方志老先生当堂释放，把东方文猛重打了20大板，关押起来了。东方志回到家，心里一个劲儿埋怨儿子：傻孩子，我一把老骨头了，死不足惜，你这么年轻，万不该去送死啊！哎，儿媳，我儿到底身犯何罪？县令派那么多人抓他呀？爹爹，您儿子从来没有做过违法的事情，更没有犯罪。他是发现了县令贪赃枉法，到府衙去举报，结果官官相护，知府非但不问罪县令，还把东方文猛的名字告诉了那县令，这才招来了灾祸。东方志这么一听，哎呀，可恨！这是什么世道？还有王法吗？不行，老夫要到京城朝堂上去告御状，让皇上来问罪这些狗官。单盈盈苦笑着摇了摇头：不可不可，爹爹，且不说您进不了皇宫，见不到皇上，就是那京城，没等您走到啊，就得累死在半路上。怎么办呢？单盈盈让公爹留在家里，他自己
亲自到县衙去央告县令，求县令高抬贵手，放了丈夫东方文猛。县令一看，哈哈，这是个小美人儿啊！小娘子，你就留在我府上吧，今晚咱俩好好谈谈。不容分说，就把单莹莹关进了后堂一间密室之中。单莹莹失去了自由，她心里明白那苟县令是个怎么样的打算。哎，只怪我太冒失，误入狼穴，不如一死了之。单莹莹想找根绳子上吊，没有；想找把刀子抹脖子，更没有了。这屋内只有一张大床，收拾的倒是干干净净。很快天黑了，2更时分，苟县令推门进屋，让2个心腹家丁在门口放哨。单莹莹这时候已经打定了主意，我不能自己死，要与这狗官以死相拼。如果能有幸活着逃出去，再去救我家相公东方文猛。万一我和相公都活不下来，就没有人为公爹他老人家养老送终了。而此时的东方智老先生比儿子儿媳更加的着急。儿媳赶往县衙之后，东方智忐忑不安，放心不下。走出家门，步履蹒跚，他也走到县城，赶来县衙这边了。见天色已晚，路径人空，县衙也是大门上锁，2门上了栓。哎呀，我的儿媳莹莹此时处境必然不妙，我该怎么办呢？东方智真有智慧，他急中生智，先是在胳膊上涂了些黄泥，然后来到县衙后堂墙外，突然高声大喊：有贼了，快来抓贼呀！院内很快一阵杂乱的脚步声，跑出来20多个精壮汉子，原来都是那苟县令的卫队。四处搜寻了老半天，连个贼的影子都没有发现，只看到了有个老汉，就是这东方智老先生。带到了县令的面前，县令借着灯光一看，认出来了，这不是白天冒充儿子的老东西，那个东方智吗？好啊，你这老家伙坏我好事，关了起来，等天亮了再大刑伺候。吩咐完，县令转身就要回密室，继续他的无耻勾当。东方智大喊一声：大人，我要告状，状告我的儿媳单莹莹。这县令大为意外，十分惊疑，禁不住转回身。啊，你说你要告你的儿媳妇，告她什么？大人，单莹莹与我儿东方文猛结婚之前就患有严重的传染病，故意隐瞒，现在已经把这病症传染给了我和我的儿子。说着话，东方智把袖管一撸，卷起老高，露出了整条胳膊。县令借着灯笼的亮光一看，哎呀，整条胳膊全是脓水，好恶心啊！这是严重的皮肤病啊！东方智，你是说你这病症是你儿媳妇传染给你的？正是。县令倒吸了一口凉气，哎呀，好险啊！差一点我也被传染了。东方智，这是你们家的家务事，无需本官过问，回家自己解决去吧。说完就命人马上放了老汉，同时也赶快把他的儿媳妇单莹莹给赶出密室。有个心腹家丁就提醒老爷，我看连同那个罪人东方文猛也给放了得了，免得大家都有被传染的危险。说的有理，放，马上放。
然后用草药熏烟消毒。东方智一家3口回到家之后，不敢再在家里待了，连夜收拾行李，逃往外地，隐姓埋名避难去了。直到3年之后，苟县令因为与当地的土匪分赃不均打了起来，被土匪给杀死了。知府亲自上山剿匪，结果也被那土匪给打得大败而回。皇上问罪知府，查出他有许多罪状，一怒之下，皇上把知府抄了家，金银珠宝无数，全部没收充公，将知府一家几十口人全部都发配到边疆受苦刑去了。确认了这个消息之后，东方智这才带着儿子东方文猛、儿媳妇单盈盈一同回到了家乡。